推手的流行有利有弊，而到后来到现在就是弊大于利，变成弊大于利了。脚不会动了啊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。这个肢啊，四肢的运动，去练习，用它来带动这个体比方我这个手一转，这个力量；这个手一转，这个力量；这个手一转，这个力量；这个手这个手这个力量。我这样走，我的身体反作用移动是在哪里？这个手这个力量，这样不懂？由这边产生的力量移动我的身体。因为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？第一反应是这个，有威胁来的第一反应是这个，除非是在身体上面，身体上是另外一个的。我教过你们的，就身体上的反应，这边的威胁来，我身体的反应是这样子，这边来我身体反应是这样子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这边来我身体反应是这样，总是你有一个带动力。造成你这个体这么大的东西的转变、改变位置，或者改变角度，而不是都从体来太慢，听不懂？所以这个的观念，这个观念要建立要改，因为现在很多在练习拆招啊，或者练习现在推手推手的流行有利有弊，而到后来到现在就是弊大于利，变成弊大于利了。脚不会动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，因为比方讲太极拳讲说什么虚实分明嘛。好，虚实分明，有的人讲到脚步上面的虚实分明。每个人走路都会虚实分明，不然你怎么走路？你虚实不分明，你就这样走啊？每个人走路当然是虚实分明嘛。为什么练拳的到后来他不能虚实分明了？因为都在练定步嘛。变成脚不能动了，有力量来了，脚不会动了。所以到后来说什么，你不管练什么拳的，说打拳如走路。你练一套拳，你有没有把它练活？最直接的一个验证，你能不能用走路的方式来打这个拳？就是这样走。走路的方式是什么？就是一左一右，一左一右，一左一右，一左一右。走路就是虚实分明啊。那你定步的练久了以后，你那个一左一右的时候，你的招式跟你的力量，你就配合不上去。所以你能够一左一右，一左一右，你的招式、动作、结构跟力量能够配合的上去，这个如走路，表示你这套拳练活了。你的拳如果永远是在一个架势上面，你在这个上面你才能练，甚至所有的搂膝咬步、进步就只能进步我才会练，退步就不会练了，或者走斜的就不会练了，我一定要照拳路的那个方向那个走，那就把拳练呆了嘛。所以你要说拳打卧牛之地嘛，比方讲一趟太极拳108或111式，能不能在这个范围内打？你如果能够在这个范围内打，你的脚步一定要变嘛，不能走出这个范围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可以，
表示说你这套拳的步你懂了，你活了。如果我让你打一趟太极拳，从头到尾你就只能绕着这个教室一直走，而不是这样子来回，你是不是可以？可以，你能够打卧牛之地，你能够打长距离，表示你活了。你这趟拳活，你的步会动了，你的动步跟你的招式、跟你的结构、跟你的力量可以合得住了，这才叫这一趟拳你的招式动作它练熟了。看不懂？啊，那没有走上这一步，所以现在练拳练的把那个自然本能把它练没有了嘛。我讲自然本能是什么？人走路啊，走路一定是一实一虚啊，一轻一重啊，本能啊。为什么练拳的把这个练没有了？是不是？啊，这就值得去探索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尤其是像你以前练那个拳，你能动吗？你能够打拳如走路吗？不行嘛，一步就死掉了，一步就定住了嘛，然后再换一个桩还是定的嘛，是不是？我们要很强调那个，就是他那个步伐，只要一两步错啊，就上面就会乱。对呀、啊，就一定要在那个。对呀、啊，就跟我说以前拍电视嘛，找一个练形意拳的老师来拍，我的舞台就这么宽，他从这一头练到这个地方还没打完，怎么办？再打就出镜头了，他没有办法了，他到这边就没有办法了。他既不能缩短这边的距离，到那边也不知道怎么回头。那是练了几十年的形意拳的人，是不是？啊，那种拳怎么能用？所以一定要练到不活。我不管你练什么，你一定要能够练到你在走路的状态下，你可以打这个拳。所以这个东西不是八卦独有的，很多门派都讲打拳如走路，少林拳、长拳他们也是讲打拳如走路，就是脚步啊。那你走路的时候，走路好走啊，你没有招式结构的问题，你没有发力的问题啊。所以你要在走路的节奏当中，能够完成武术的东西。所以中国武术这些东西很值得探索了，很值得摸。好，有问题吗？你们练熟没有？刚刚我看那个 Vova 跟那个 James 练的3手有一点点的样子了，你们要不要来示范一下？来了，害臊！你已经结婚了吧？你结婚了嘛？你还怕有小姐看到？对，就照你们刚刚那样练。哎，对，就这样子绕，所以是2个人一直在这个圈子上面这样动，
啊，所以练习到接那个手啊，接那个手都没有完全碰撞的，一翻就走，一翻就走，啊。你老师那个，因为我们一般接都是硬啊，都会碰。像刚才老师接就很软，就是几乎没有。那谁叫你要硬呢？那是要怎么？谁叫你要硬呢？对，你硬下来，那个力量就没有了嘛，离心力给你的力量就没有了，是吧？所以还是那个问题，就是你筋练出来，练出连贯了，你到那个时候肌肉不用了以后啊，我说嘛，肌肉里面的能量会沉下去，去养筋，然后会沉到骨头就变重了。这个时候你的结构我不去撑那个筋，我的手一动，我的身体一动，筋就在了。所以当我的手来，所以你来那个，我虽然是很轻的，我虽然是这样子挡，可是它的结构跟力量通通在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手本身有一个重量在了。你越用力，你来，我越用力，这个手是轻的，有体会吗？你越用力，来，我越用力，这个感觉有没有？这个手它越轻，它越轻。我越放松，这个手它越重，听不懂？所以你把身体的那个质量，把四肢的质量练出来了以后，啊，你随便一动，那个力量就在了，你不需要去用这个力，晓得吗？所以在打人，我要打他一拳的时候，我就不是用这样打了，我不是用这样打嘛，我是用他的重量打。你看，我是用这个打，我是用这个打，这个打，我不是用这个打，不是用这个力打，我是用这个打，啊，一放，用这个打，听不懂？这就是你放松了以后，放松以后又有筋有它那个弹性嘛，放松了，骨又变重了，筋有弹性了，你出来的力量就是这样的力量。然后我们再打，你看我一放，地心引力的力量，移动的力量，都同时配合在这一拳上面，这样子啊。同样的，我挡这一手，你来。我挡这手也不是说我站在这个地方这样挡啊，这就是这个手的力嘛。我挡这手不是，我挡这，你看我的腰一沉，我是一沉，这个力量，有体会到吗？所以做所有的动作都不要配合上一个自然的什么松沉，跟那个势，就是说我站是这样站，我站是这样站，他手来，我不是在这里挡他，我这样挡他，我没有势，这个动作里面没有势啊。他来，我挡他，啪，你看，啪，这就有势了。你看，我用这个，他这个是势，这样没有势，这样没有势，这样有势。会对过，我一定要再回来。对，啪，这有势了，听不懂？我打你也是一样嘛，我这样打他没有势，我这样打他有势，身体就会反应。对，听不懂？所以这个势很值得研究，势很重要啊！怎么来的？还是从你身体的结构来的，平衡到不平衡。这个啊，好，还有问题吗？老师，有时间我们去拉裆起来，去给身体感觉比较轻一点，对，动比较快。对。可是有时间打太极的话，他们说有重，手裆要拉起来嘛，而又放松。打太极有照一些杨家讲的，它有几个阶段。一开始的阶段是重，很稳，那个脚下去都有一个印子。到后来是轻如鸿毛，到后来是很轻，好像
踩在什么？踩在啊，就是那样子，看不到脚印了，就是变轻了。练武都是这样子的，练外家拳、内家拳都是这样的，从重到轻。因为重是什么？重是练稳，轻是练灵，轻是练灵活啊。所以重是一个阶段，是下沉，是下沉。所以我们讲阴阳，说阴阳天地分开的时候，气之着重者往下凝结为地嘛，气里面杂质多的重的沉下去变成地。气之轻者，气里面比较轻的、比较透明的、比较上升为天。所以这个气啊，在天地之间，我们人天地之间嘛，我们的气也是有轻有浊。一开始在练的时候，把这个浊的东西让它先下来，浊的东西下来了以后，轻的东西就出来了，晓得吗？所以就可以用轻的东西来带动身体的上浮的力，听不懂？那一般人不是，一般人是轻跟浊都混在一起，啊，分不清。那你说我是不是可以先练轻？不行，因为你从混杂的里面提炼不出来那个轻啊。你把水放在那个地方嘛，重的杂质、灰、那个泥土啊，什么东西沉下去了以后，上面轻的水就出来了嘛。你不能从一个浑浊的水里面去提炼那个轻的水，是不是这样子？练武的阶段也是这个样子，所以为什么它要有阶段？为什么一开始你站马步站什么东西要求这个，要求上面的下来，身体的浊的东西下来到地去，然后清浊分开了以后，然后就走到轻去了，就走灵了。所以你不能只练稳重，练拳有些人他就停留在稳重，停留在稳重，你就不会动啊。那有些练推手的就是嘛，他就练一个这个东西，练得很稳，练得很稳，你推不动，跟一块石头一样。可是他不会动了，所以你不能只练这个，你练到这样子以后就要变了，要练轻了，就要练这个了，你才会动。所以力量不可以一直往下沉有人说他脚可以接到地心，这个经验我是没有我不知道怎么样接到地心那你接到地心，你会动吗？树可以接到地很深啊，树不会动啊，我们人要动啊，晓得吗？所以练武初分有这两个阶段，稳重到轻灵，看不懂传统太极拳我忘了是哪一派讲，杨派的，也是杨派的讲的，他也讲出来有这样子的阶段全都需要。好，还有问题吗？那个刚刚问那个是，如果翻成那个 intentional force 这样合适吗？有的人讲出是 potential force。那本释的那个书，它是用法文翻的，我不晓得是什么。这个释这个东西啊，很难翻译。释是什么？释一般我们的形容就是那个，它从平一块石头在山的斜坡上面，这个石头在这边，它就已经有一个动势了，它有一个动的条件了。是吧？你懂吗？它有一个动的条件了，这个东西就开始叫势了。当它在平地上面的时候，它没有势，它没有动的条件。这样的时候，它有动的条件了，这个时候就已经有势了。当它在滚动的时候，就是势的动了。所以，当我们站正的时候，我这样子站正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它没有势，这力量是往下去的，它没有势。可是，当我变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就有势了，因为我这将动未动，我要动还没动，
可是我已经有动的条件了。比方讲，我这个脚一拿起来，我就会动了。所以在这个时候没有势，这个时候就有势了。这时候就有势了。当我让这个势走的时候，这也是势。一停下来，稳定了，又没势了。听不懂？这个叫势。这英文叫什么 I don't know， 很难翻译的。啊？不是，它不是 posture， 它是一种力量，就是从平衡到不平衡，到将快要动，那个时候势就出来了。这个叫势。所以我们武术里面很重要的就是啊，你要知道怎么形成这个势。我刚才挡那个手，我如果是这样挡，我没有势，我只有肢体的动作，我没势。可是当我一这样子的时候，你看我一这样的时候，这就有势了。你看我的身体已经有一个力量往这走了。我不是去做这个，我是一松掉。你看我的身体从平衡到我松掉这边的支撑，我松掉这边的支撑以后，它就变成这样子了，就有势了。所以我顺着这个势走，它就是这样子。所以我的手是在这个势的上面，我要挡那个手的时候，我是这个势一放，这个手没力量，可是势的力量上来了。听不懂？所以练拳一开始是练正，练规矩，练正，那个时候是没有势的。然后再练习就要有一点偏了，就要去练习从这个正当中怎么产生一个势。我这一拳打出去，原来是这样练的，正的，没有势。然后我在练的时候，我变成这样子了，它有势了。听不懂？所以每一个姿势招式，你要从这里面产生出势来，这个招式才会动，不是拿脚动，是用势来动。老师，可是你说用势的话，不是出力推过去，去放松一个点，给它不平衡，要倒下来。可是不平衡的时候，结构不能变。你这样子的话，结构变了。我这样的话，它没有变。你看我这样子，听不懂？松掉一些支撑，它就移过去了，而不是这样子。了解。听不懂？这比较难懂。武术里面很重要的这个势。所以你有势了以后，你就不是用四肢在做事了。然后你太极拳，我太极拳从这个地方，我要做一个棚，我要到那边去。如果没有势，我现在是没有势嘛，我没有势，我要到那边去，我就是什么？我就是这样子，把它搬过去，这样子是没有势。而我如果在这边，我是这样子，这就有势了。我还没走呢，我还没动。这个势就在走了，我是一踏，你看这个势在走了，然后我的手脚啪跟这个势上去了，这个就叫势。那你怎么样从这边正的它没有势，变成它有势呢？就是练，这就是体会嘛。我这个同样的，我不要往这边的势，我要往这边的势，行吗？可以啊。我这边你看，势往这边去了，晓得吗？从平衡里面可以四面八方产生四面八方的势。好，这个要体会了。